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止的资粮。好，请大家翻开广论第347页，第一行，看原文。如是六法，能摄妙定，未生心生，生已不退，安住，增长因缘宗要，有以清净失罗，观欲过患，住相顺处，为其主要。那么解释一下呢，就是说前边这6种法，6种资粮，统摄了心升起贤善等持，升起后不退失而安住，以及呢向上增长的这个因缘的关键。尤其呢戒律清净，视贪欲为过患，以及呢安住于相顺的环境，这3个，注意这3个是最主要的。那么在欲法宝具详解中呢，有说，譬喻就是一个干净无垢的器皿内，如果倒进了洁净的水的话，无分深浅的都能够澄澈明净，其中呢就可以清晰的显现月亮的倒影。那么同样的呢，一位具足如干净的器皿一般的清净戒律的人，就是他的心好像一个净器一样，那么他修习如洁净水般的上师的教授，首先呢就能够升起一个澄净的寂止的三摩地，其中可以显现如月亮倒影般的圣观。然后譬如依靠增上戒能够升起增上三摩地，从它呢能升起什么呀？增上慧，然后用它根除烦恼而得到辩治，所以最初需要安住增上戒学的律仪及誓言，并且呢要清净。那个时候呢，心由于无悔，使心能够堪能，而且相续自然的就升起三摩地。注意因此大家想一想，静虑的主因是什么？静虑的主因原来是戒律呀。那么在奢摩他的时候，赞叹戒律的原因是，奢摩他主要是透过什么呀？正念正知来成就的。戒律清净也需要什么？需要依靠意念制现的这个正念，以及呢检视，就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违背这个戒律，制现就戒律的正知，限制各种我们的规矩，然后依靠正念正知来做什么？守护。有清净的戒律的话，正念正知自然就能够升起。所以呢在修奢摩他的时候，注意在修奢摩他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重新修习正念正知了，因为你的正念正知已经很强，它是一个续流，是一个习惯，而且是一个不需要怎么策力就能够长长的，就像如影随形跟着自己的一个影子一样，正念正知说非常轻松了。这一段很发人深省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。那么我们呢再往下看，有找到行吗？说善知识敦巴云，我等为觉是教授过，专求教授，然定不生，是为安住资粮所致。言资粮者，即前6等。哪位大善知识说了？善知识总敦巴尊者曾经这样说呀，我们总觉得就是完全是归咎于口诀教授，然后只是呢寻觅口诀教授，可是呢定却无法升起来，然后其实呢是应该归咎于什么呀？没有安住于资粮。那么总敦巴尊者所说的资粮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说的6种资粮。看看大善知识关于修定的教授也是再的强调了资粮，
很多人会认为说他没有得到上师的指导，可能是没有口诀教授修不起来。其实最重要的，你看上面都是经典啊，甚至什么都如是说，资粮很重要的资粮。接着我们再往下看，看原文，右前四度有没有找到行呀？右前四度，右前四度既是第五静虑资粮。修次出篇云：若能不着力等诸欲，善住失罗，性忍众苦，勤发精进，速能引发正视摩他，故解深密经等一说师等为后因。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说前四度啊，说另外前四度呢会成为第五度静虑度的资粮。注意啊，这六度里边前四度，前四度什么呀？布施持戒什么忍辱精进，对吧？它会成为第五度静虑度的资粮。因为在修次出篇中他说过，不顾财物等所欲求的这个事物，然后善安住于戒律，具有注意忍耐痛苦的本性。然后如果发起精进的话，那么就能够迅速的修成奢摩他。因此呢，解深密经等经典也开示了布施等是后的因啊。我们呢再往下看，看原文，有找到吧？道具论一云：师坏止之分，虽历历修习诵经多千年，不能成正定，故真欲修止观定者，应历历集声闻地中正奢摩他13支分或资粮等，极为主要。那我们来解释这一段，说道具论中呢，注意道具论中也这样说失去了寂止的支分，这里的支分呢就是资粮的意思。那么失去了寂止的资粮，即使极其勤奋的修持了好几千年，也没法修成等持的。阿底峡尊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，极具资粮的重要性。如果不具备止的资粮，即便我们非常费力的修定个上千年，好几个千年，都没办法得定的。因此，发自内心真正想要修成止观等持的人们啊，要努力的积极声闻地所说的奢摩他13种支分或者资粮，这是极其重要的呀。所以前面举了祖师的，然后很多语录，现在这里边又是阿底峡尊者再的告诫我们资粮的重要性。所以有些人说修订急急忙忙，就是都没有听教授就赶快想要知道就赶快打坐，然后就是一天做多长时间，这个时间先规定好。可是呢，如果对这个资粮的重要性没有透过清净的传承来听闻的话呢，可能费了很大的力气，这里边说好几个千年都修不出来，原来是资粮出了问题呀。所以得到清净的教授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觉得呢？那么关于13种资粮呢，在声闻地中有说，我们看一下。声闻地说，谓若自圆满，若他圆满，若善法欲，若戒律仪，若根律仪，若于时之量，若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于切，若正直而住，若善有性，若闻正法，若思正法，若无障碍，若修慧舍，若沙门庄严，如是等法是名世间及出世间诸离欲到去向资粮。前面呢已经在的讲，反复的讲了什么呀？要积极资粮，说要具足这个条件。这个资粮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说起来是挺容易，那为什么要在的强调这个问题呀？
真的要修成圆满的奢摩他，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的这些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修奢摩他那些，实际上意义大不大呢？做的这些事儿，到底能不能放下呢？对不对？放下自己挂心的那些事、那些人，然后专注于善所缘，到底能不能做到呀？所以过去有人请问阿底峡尊者说，为什么西藏修行人那么多，成就的却那么少，几乎没有？然后阿底峡尊者回答说，你们创造的修法的条件不足，条件不充实，那大家怎么会成就呢？你们怎么会成就呢？由此可见，修奢摩他之前累积资粮是多么的重要，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大家要在在的听闻，在在的思考，一定要改变自己原来认为修定好像很容易的两腿一盘就可以了。可是前边那些戒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些善知识的传承，善知识们的叮咛，还有这些教授，我们能听闻到这样的教授呢，依之而行的话，比如说重视到累积资粮，那么呢，沿着这样清净的教授去修习的话，为什么修不成？所以再说一遍，由此可见，修奢摩他之前累积资粮实在是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今天呢就上到这儿，下周见，谢谢大家。